你们是何人？夫人，夫人，高义将军回来了。此人不是高义。师兄，你怀念这身符印的官服啊？你拿去穿啊，咱们师兄弟不分你我。呸！我是可惜，差一点我就能穿上刑部侍郎的官服了。唐润清的唐润清，你怎么这么不识时务呢？你就不能听陛下的话，谢主隆恩？那你现在就是刑部尚书，当然，我也就能混个正三品的刑部右侍郎了。可你看看现在，非得回来做这个老石子的府尹，弄得你师兄我现在也只能跟着你做个正四品的副丞了。师兄，不瞒你说，我害你丢了府尹一职，其实心中相当惭愧。所以这次回来，表面上你做府丞的事，但实际上所有府尹的工作还是你来做，你师弟我就继续做推官的工作。这也算是我向师兄你谢罪了。呸！那你的俸禄呢？啊，你府尹大人的俸禄是不是也得拿出来交？升等！老夫人，这位是？哦，这位乃是正统年间功臣高义将军的遗孀，高老夫人。不知夫人为何击鼓？启禀大人，今日老身击鼓是要为王府讨一个公道。那老夫人要状告何人呢？高义。高义。大人，老身夫君早已经不在了，此人定是假冒王夫。既然状告有人诈冒高义，那不知被告现在身在何处？高将军现在回不了家，暂且安排在驿馆。还请大人替老身做主。高夫人，您可记得高将军身上有什么特征？这个案子事关30年前的往事，还需要慢慢查证。高夫人，请你暂且回府。谢大人。润清，如何是好？事有蹊跷，不管高义是真是假，我都得先见见他。高将军，回家探亲如何了？回陛下，高将军尚未回府。哦，为何？高夫人不认。怎么个不认？夫人认为高将军已死，来人乃是诈冒。当真有古怪？此事时间久远，认识高将军的人不是战死了就是老死了，很难有别的佐证。就算查阅卷宗，也只能查到30年前的，着实很难确定。你去鉴别真伪，若是真的，切勿让老将军受委屈；若是冒名顶替，万不可姑息养奸。臣遵旨。受赏的日子已经定好，在那之前，朕要知道真相。臣明白。去吧。
嗯。哎，吃什么？跟他一样。哦。高将军曾经受过战伤，这份上面是他的医疗记录，上面载有他的负伤时间、伤口位置还有大小。我正好要去见他。你去一趟草原，查一查近30年来高将军的情况。是，必须保密，不得声张。进。高将军，在下顺天府尹唐范，深夜前来，实在冒昧。大人自便。将军，您有心事啊？有家难回呀。下官前来就是为了调查此事。高夫人到顺天府说，将军乃是诈冒。我一眼就认出了夫人，夫人竟不认我。30年了，她还在生我的气吧？将军是如何认出夫人的？我的夫人，我如何能忘？老是老了些，可还是当年的模样，忘不掉。将军，这些年，您当真受苦了。都过去了。您不想提起被困的经历，我能理解。不过将军戎马经年，多次为国征战，想必也是吃了不少苦头吧？我知你意。当年，为了保护先帝，我击杀了叶县的坐骑。叶县此人十分记仇，对我施以酷刑，竟用燃烧的油毡毁了我后背所有的肌肤，让我终身如芒在背。下官着实失礼。我的夫人都不认我，还有谁会认我？此事必会水落石出，下官先告辞了。嚯，你这比例分的越来越精准了啊！估计再过一段时间就要改口叫你唐大夫了。哼，我才不要做大夫呢，跟你抢生意啊！哎，认亲来了。老裴，那么晚还不让我姐休息，您可要多发点工钱啊！是你姐给我发工钱，我的钱都是你姐的。你们说，夫妻之间如果30年没有见过，是否就不认得彼此了？这不太可能。怎么说？如果2个人真心相爱，无论多久不见，都不会忘的。这样是为了方便，猪手可以入味。来，你试试。
反过来切。接下来做什么？接下来，把熬出糖色的糖淋在猪手上。把猪手放下去。好。行了。广川，假冒？我还在调查，但高将军身上的伤痕特征都因被俘虏时受刑而无法辨认，眼下毫无头绪。要我做什么？知我者广川也。我想让你去见见高将军，你们都有从军的经历，如果有什么蛛丝马迹，也许你能看得出来。卖相不错啊。味道如何？好吃，这皮滑肉嫩，香浓入味，尤其是这个蜂蜜，好吃。唐大哥，自从你回来后，随大哥心情好了很多。北镇抚司随州，曾听闻将军怒斩了佐罗斯野仙坐骑，分外仰慕，今日特来拜会。看你身形步伐，也曾从过军吧？曾在延绥镇戍边3年。坐。延绥镇。正统10年，为了扩展边墙和各营垒城池，老夫曾去过数月。那时便能感到他们可怖之处。不曾想，4年之后，竟在土木堡遭到如斯巨变。戍边之时，我也曾与他们多次交锋，多亏有你们扩建的延绥长城。多次交锋？是。草原游骑既骁勇又狠毒，当年大同总兵就是与草原游骑交战时命丧当场。你能活着回来，足见你能力非凡。随某只是侥幸。战场上不存在侥幸。有一次，遭到他们骑兵偷袭，同袍皆已战死，我都不知为什么，只有我一人活了下来。交战之际，抱着必死的决心是对的，但若活了下来，你也不必自责。活着，说明你我还有用武之地，继续报效国家即可。随某受教了。你与他们交战多次，有何心得呀？他们骑兵机动性极强，攻守兼备，若是正面交锋，大明士兵颇为吃力。他们骑兵虽然彪悍，却并非没有弱点。只要将其引至峡谷之地，优势便荡然无存。随某今日受益匪浅。夫人，高义一案，本官还有些许问题要请教高夫人。大人请讲。不知夫人与高将军感情如何？我与夫君成亲后，感情和睦，相敬如宾。而后，他便随先帝出征，从那以后
就鲜有消息。后来听闻先帝北受生变，夫君一起被俘，我只能日夜祈求夫君平安归来。可1年之后，却只有先帝一人放归。直到他再次登基时，给夫君追封了奖赏，我才知晓，夫君为了护驾，击杀野仙坐骑，被困他乡，生死未卜。让大人见笑了。之后呢？就这样又过了7、8年，所有人都道夫君早已经死在外面了，老身也逐渐心灰意冷。可没想到，前日又有人冒充他来相认，老身真是伤心至极呀。夫人是如何确定此人就是冒充的？老身与夫君成亲有些时日，感情深厚。若真是他，老身必一眼就能辨认。高夫人可知道高将军背后的战伤位于何处？背上倒确实有几处。年纪大了，有点儿不记得具体的位置了。高将军背后的伤痕，我已经查验过了。那结果如何？烧伤遍布，无从辨认。唐大人为王夫一事费心了，老身感激不尽。夫人不必客气，这是本官分内之事。老身虽说是老眼昏花，但若真是夫君回来，纵使化成灰，我也是认得出的。母亲，母亲，啊，这是老身为了延续高家香火收养的义子高翔。义母，祥儿，这位是唐大人。见过唐大人。那就不打扰二位了，本官先行告辞。大人慢走。事情就是这样。巨刃高义，怎会如此？属下不知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寄居驿馆。驿馆。听闻大明朝廷已在调查高义的身份。速去安排，我要见他。是。多吃点，辛苦。面，谢东姑。叫姐。要不要加点？高夫人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说的话也老老实实的，只不过有些细节让我觉得有些奇怪。哪里奇怪？高夫人口口声声说与高将军感情深厚，可她却不知道他背后伤痕的位置。如果他们感情一般，那她怎么又敢肯定他见到高将军之后必定能辨认出来？我与高将军聊过此事，他说他俩刚成亲，便随先帝出征，所以两人并无太多交流。高夫人为何要说谎？想不通。
你见过高将军之后，有没有发现什么？高将军精通兵法，言行举止皆有大将之风。那听起来高将军也没什么问题了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现在的高义，太像一个将军了。毕竟，征战多年，有将军的模样很正常啊。我曾经被敌方俘虏过，也看过很多我方和敌方的俘虏。作为战俘，一生绝对有难以磨灭的痕迹。高将军说起他之前被施以酷刑的时候，是十分平淡。或许他已经释怀了。纵然释怀，但当了30年的俘虏，不应当是现在这个气势，至少不会是一个将军的样子。不管他是真是假，这次他解开了我这些年的一个心结。交战之际，抱着必死的决心是对的，但若活了下来，你也不必自责。活着，说明你我还有用武之地，继续报效国家即可。这一去就是30年，高将军这边无从查起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既然高将军这边无从查起，那就先查高夫人好。她这30年应该都在京城，所以想了解她的情况不难。去哪？回春堂啊。哟，唐大人，又有事要麻烦你了。哎呀，哪儿的话，唐大人有何吩咐？高夫人可曾在这里买过药？哪位高夫人？高义将军的夫人。哦，回大人，这京城有许多大户都来回春堂抓药，确实有药册记录在案的。那就劳烦掌柜调阅药册。哎不，咱回春堂能成为京城老字号，全在保密做得好。这抓药的记录嘛，都是达官贵人们府上的私事，替他们保密是本店的职责。除了东西厂和锦衣卫，小的断不敢私自交出，还请大人见谅。广川，掌柜说要锦衣卫来才能给。哎呦，我就说嘛，这身飞鱼服还是穿在您身上威武。这几日不见，又高升百户了。啊，是，我这就去拿。果然还是你这身皮管用。啊，高夫人的记录都在此，还请2位大人过目。不日奉还。啊，不急，您慢慢看。老裴，帮我看看。你这是何处得来的药方记录啊？我抄的。你抄的？嗯。抄这个干什么？谁的记录啊？事关他人隐私，不能透露。你能看出些什么？这依我来看，这药册的主人早年间定是有些伤心的心事，且为此伤怀许久。后来呢，开了不少安神的方子，紧接着就慢慢的恢复了。大概是在20年前有了身孕。老裴，你别胡说，你确定吗？我能搞错？看，马钱子、生南星、生川屋都是打胎的东西。黄芩、白术、砂仁、阿胶都是安胎补胎所需。可之间间隔时间不久，所以啊，只有一种可能性：孩子没打下来，只能安胎了。从这里开始，
都是生育后恢复相关的方子。再往后呢，就是婴儿、幼童成长过程当中所需的补药。原来如此。哎，这东征鞑靼、西破魏吴的故事，唱得不错。多谢。刚刚歌中提到的黑将军是谁？啊，黑将军呐，乃是野先大汗俘虏的异族将军。原来是大明皇帝身边的人，投靠大汗之后，为我们立下了汗马功劳。那这个里面的黑将军是？你是什么人呢？为什么要问我这些？你想干什么？不知唐大人到此所为何事？高翔何在？祥儿还未回呢。那我等他。是不是祥儿她在外犯了什么差错？高夫人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大人请讲。有一个女人新婚不久，她的丈夫便离家远行，音讯全无，生死未卜。这个女人经历了痛苦、悲伤、绝望之后，慢慢的恢复过来。这时，有一个男人出现在了她的生命之中。孤独已久的女人便爱上了他。然而，这个女人早就已经被树立了贞节牌坊。在种种压力之下，这个男人最终选择离开。此时，女人已经怀了身孕，原本想过不要这个孩子，可最后还是把他生了下来。生了孩子之后，女人以传承香火的名义，将自己的亲生骨肉收为养子，却没有想到，这个时候丈夫突然回来了。女人不知该如何面对，情急之下，只能假装不认。一切都是我的错，甘愿受罚，绝无怨言，只求能放过祥儿，她是无辜的。去把祥儿叫出来吧。
你可曾认识我？你虽然不认识我，但我却甚是喜欢你。哎呀，没想到老了还得一孩儿，这可真是喜事一桩啊！香儿，快叫爹爹！爹，哎，好小子，来，快起来。好。老爷，我……夫人，老爷，夫人，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。我虽然为朝廷尽了忠，对你却……我希望你能原谅我，并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弥补这30年来对你的亏欠。老爷，夫人。将军高义，骁勇善战，击杀野仙坐骑，忠心护主。漠北受难30余载，不改颜色，不弑二主，其心天地可见。着即册封，安定伯。谢主隆恩。敬高将军。将军，当年父皇在军中如何？当年先帝虽身陷敌营，但始终保持着君主的气节。面对野仙的威逼利诱，一句难下，二句和亲。这一杯，一进将军舍命击杀野仙坐骑，忠君护主；二进将军被瓦剌人囚禁整整30余年所受之苦。多谢陛下。朕实在想象不出，将军吃了多少苦头。为了大明，臣受这点委屈不算什么。不过，臣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将军但说无妨。先帝当年偏信大太监王振，执意御驾亲征，结果误国误己，身陷囹圄。共同出征的文臣武官共计66人，几乎全部遇难。同为护卫将军的樊中，在临死之前奋力击杀了王振，就是怕如果他还活着，会继续祸国殃民。臣斗胆，请陛下以此为鉴，远离奸逆，切莫轻信宦官之言。贾逵有没有消息传回？没有。催催他，查完尽早回京。是。真是天助我也！为什么跟着我？因为你在市集四处打探黑将军情况，所以有人派我来杀你。杀我？
这是你放的吗？是一个老者放在这里的。谁？他坐了一架马车而来，刚走不久。什么样的马车？褐色的马车，黑色的马。主上，来京城谈合作的各路人士都已到齐。约见面吧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主上，您是一起见，还是一个一个见？那就大家一起见吧。我这个人呢，不爱说废话。是。恭喜高将军。唐大人，唐大人到此，恐怕不单单是为了道喜吧？下官想请高将军吃顿饭。